大家好，我是周弟，今天就来总结一下这次我去北京诚轩拍卖的心得分享。这一次也是自从开创必尝那些事的频道之后呢，我第一次参加了现场拍卖会啊。OK， 好了，你不要出来了啦，拜拜。那你们啊，小孩也是没有这样离开过我。拜拜。好，下雨了。好了，怎么了？啊，好了，爱你呀哈。好，拜拜。到了机场，登机、下飞机、入住酒店，这一切的过程很快又让我回到了过去那种奋斗的感觉。这一次我入住了一家很有科技感的橘子酒店，晚上忍不住去楼下随便找一家，吃了扬州炒饭，还有烤羊肉串。2023年12月3日，也是拍卖开始的前一天，今天就是一整天的预展日。今天是预展的一天，吃完早餐后呢，走5分钟的路程就到拍卖现场。首先办个拍卖牌号，然后到了钱币预展厅，一切都没有变啊，还是这么样的熟悉。我选了最后面的位置，也比较不会被打扰。早上预展呢，几乎没人啊，我就要趁着这段时间赶快看，不然越往后人一多，东西就会越拿越慢了。我从早上9点看预展，看到下午将近2点。参加一场拍卖会最累的地方就是这一段时间了。我要在这段时间好好的把钱币上的细节看完。拍卖当下买到了是没有再给你退货的啦，所以要非常认真。下午看完预展后，我到对面商场楼下随便吃点东西，睡半个小时。回到房间赶快睡个半个小时充电，也不能睡太久哦，因为要赶快趁着预展过后印象还很深的时候，把看过的钱币一个一个评估好价位。有了这个价位呢，到时拍卖现场就不怕买贵了。而且大概到了晚上的时间呢，还要跟藏家们回报拍品的状态，商量好出价的对策。所以今天除了预展看实物，还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为拍品估价。拍卖当天我提早30分钟到场，就是为了选一个能清楚拍摄的位置。其实自从昨天的努力，我的目录上已经做了满满的笔记。到了拍卖当天呢，对我来说反而是轻松的，因为我对每一件拍品呢都有了出价的范围。我只要看着拍卖进行中，如果价格太低呢，我就举一下牌买看。过了价格，我也会果断放弃啊。当然，出价的力度取决于我对于这项拍品的收藏欲望。这样子做完功课后参加拍卖，对于行情的掌握度会提高很多。经过这2天的拍卖，钱币新的行情也出炉了哦。首先，这2年的拍卖行情是这样：2019年到2020年呢，是属于钱币涨价之前的行情；2021年到2022年，算是一个在疫情期间涨价的行情。而2023年这一整年的行情属于一个回调的行情。在今天的2023年年底的诚轩拍卖，我有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大家为钱币的估价呢，大家更愿意出的价格行情是高于2020年涨价之前的行情，但是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把价格巧妙的控制在2023年下半年各大拍卖会所产生的行情之下。我们来看一下造币总场7前2分，2019年到2020年钱币涨价前的行情 ，PCGS XF40 大概落在23000到24000，而这次的造币总场 XF40 有3枚，第一枚比较白，成交在含佣金32200，而第2、3枚有包浆的，成交在36800。和43700。OK， 我们看看之前我为大家整理下半年的价格。前阵子还有5万到6万的行情，现在还是3万到4万。2021年到2022年 XF40 的行情大概是8万到9万，
意思就是说，2021年到22年买了一颗造币总厂呢，现在可以买2颗啊。不过如果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买呢，可以买3颗啊。所以我很确定的是，现在的行情处在2020年之上，但是呢，在2023年一整年的行情之下。后面会有更多的证据，像轩山62今年查到的一枚是9万。这次的62轩山呢是7万到8万之间，由此可见啊，大家出价都会出在以9万的基础下打8到9折之间啊。那2021年、2022年的轩山价位是多少呢？我找的一样是成轩的行情，13万到15万。2019年、2020年的行情是在5万到6万，所以就像我说的，大家都是控制在2020年涨价之前的行情之上，却是今年的行情之下。所以在2020年的银元行情呢，是属于一个压力线。以股票的术语来讲的话，也就是你买的银元价格是在2020年的行情之下的话，那就会比较放心一点了。我相信很多人都后悔2021年、2022年没有把自己的钱币卖掉，反而还补了一些钱币，而且在这一段时间，大家的钱币都在送平中，所以也来不及卖，所以价格更不可能低于2020年涨价前的价格，这我自己的看法啦。然后，这次有2枚63的，一个是前板，前板就是9万2。应该是因为前板所以不讨好，但是另一枚63呢就成交了13万多。今年查到的63行情呢，大概是16万到17万。2019年、2020年大概是11万，所以今年13万的行情其实已经很接近2020年涨价前的行情了。OK，Lot 1649轩山五角 PCGS SP 64加。成交含佣金368万人民币。今年9月份，宏盛成交了64分，414万。这一枚多了一个加号，还少了40几万。OK，1698，梨园红无戴帽 PCGS 64，过去是差不多30万、40万，这一次成交了27万多。而1699、1700这2枚是35分的，都成交了5万9千。比起9月份是成交在6万9。我本来好奇的是，这2枚35分都是大家喜欢的黑包浆，怎么会比之前成交了还少1万？后来我看到9月份那2枚成交6万9的，它也是黑包浆，所以这样子比价是最准的，品相一样，状态也一样的情况下，成交价就是明显的少了1-2成啊。1644轩2 $1 PCGS MS 66。同一枚在2022年9月成轩上用483万买的哦。同样这一枚呢，过了1年后，这次在成轩拿出来卖，卖了287万，直接亏损了196万。本场成交最贵的是2037号湖北双龙大字 PCGS 63加，成交了430万。这枚其实是真的漂亮，而且真的难得啦。行情可以参照的是2022年8月，应该是行情最高的时候，当时成交是470万到480万。现在是下跌的趋势，我们在现场能感受到买家为钱币估的价格呢，应该是要低于2021、2022年的价格。但不得不说，这枚是真的好，不管是品相、状态、颜色都无法挑剔啦。不过再好也不可能超过2022年的价格，这枚算是已经是很接近2022年最高峰的价格了，也表示这枚是真的很吸引人。本场的封面长须龙金1800万流标，还有3番奥地利的雕刻丝板纷纷都流标了，这也没办法，第一是受到世界经济整体都不好的影响。当时我记得2021年、2022年我说过，这些样币是补涨，因为过去流通币真的是价格太高了，而这些样币补涨的太多，今年就回调，很正常。这次的行情价格还有一个不掉价反而涨价的现象，就是黑包浆，只要银元整颗是黑的，就能卖得好价格。这点的转变我比较没有跟风到了，因为过去我学到的银元包浆
颜色的深浅需要适中，但是现在的审美好像变得越黑越好。40年前钱币越亮越好，很多币商都把银元洗得白白的，代表干净才能卖得掉。大概10年到20年前呢，包浆要求要适中，不能太黑也不能太白，讲求的是一色包浆。而现在的审美好像变成是越黑越好。这里我挑几枚来讲啊，这次的江南甲层就很明显了。2098甲层 AU50 成交了12650，比起今年下半年大多都落在9000多的行情，还高一些。2099这枚今年下半年大致落在1万多，而这一枚因为有彩浆的加持下，成交了23000多。Lot 2100 VF35 的甲层也是重彩浆，深重的彩色包浆呢，成交了6300多。这一次大清轩3 XF40 有3枚 ，Lot 1676呢，半面是黑包浆，也拍了34600。另外2枚，一枚是18400，另一枚看上去又深了一点点。23000多，这也能说明大家对黑包浆的喜爱程度啊。我猜日后拍卖会会出现更多这种黑包浆啊。其实现在就已经有这样的迹象了。我们来看袁大头这几页，对，这袁大头几乎过半都是黑包浆。其实过去哇。所以大家要考虑的一点是，在这中间呢，哪一些是自然的黑包浆，哪一些是人为的黑包浆，大家要有这样子分辨的一个眼光。那我记得我之前有2部影片专门在讲包浆，大家可以去研究看看。OK， 1672大清轩3 AU58，今年下半年成交2枚，平均都是4万多。这枚带着深色包浆拍了将近快6万块。那再来就是1609是一枚造种65加，1611是一枚62的造种，2枚居然是同一个价位，就是因为1611有着黑色环状包浆。这要怎么评论呢？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分享大家的想法，我就不方便给予评论了。既然能公开拍出这个价格，代表着是市场行情。然后1886三鸟 PCGS XF45 居然可以拍出含佣26万的价格，本场63的三鸟顶多都是20万不到。我终于见识到黑包浆的厉害啊！正常 XF45 的三鸟行情在7万左右，而这一枚居然拍到了26万。2383吉林定位3006分 PCGS MS63。2022年8月的行情成交最高的记录是16万，而这枚成交了大概20万左右，比去年22年最高行情16万，反而这枚还涨到了20万左右，纯粹就是它的包浆够漂亮。我相信很多人看不懂，可是我看得懂。这个包浆呢，透过照片就能看到穿透力。2389甘肃17年 PCGS XF45，这枚的品相跟包浆啊，都是真的很好的，颜色均衡，深浅是恰恰好。2022年有一枚少一分 XF40 成交了50万，而这次这枚 XF45 呢，成交了70几万。以这个价位弧度呢，它反而没有跌哦。由此可以总结，黑包浆还是不受市场行情的影响，持续稳定的上涨。这次拍卖比较特别的是，黑包浆这一块反而是没有影响价格的。好了，这次的拍卖总结就这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